到第一届全明星辩论会，这是一项由台湾的名人和艺人所共襄盛举的辩论赛事。今天的赛事是本季的最终决赛，场上黑白两队的辩手，他们能够走到今天都非常的不容易，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们。不过我们也非常感谢在荧幕前的观众朋友陪我们从第1集走到第12集，一起成长，一起学会好好说话。现在我们来欢迎我们的评审团以及评审长。关于这一路来的改变，想先请教一下桃子姐。蛮感性的，因为我也做节目33年了，我已经很久没有碰到一个全体幕前幕后齐心齐力，而且一直到播出大家都还在检讨求进步，充满热情跟燃烧自己生命的一个节目，所以我觉得我非常幸运能够跟大家一起见证历史。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谁，我们大家都育有容焉。那尤其是今天是这一季的最后一集，我们希望能找到当时第一个晚上我们在这个棚里录了好久好久的所有老战友一起回来。欢迎徐新阳、东仔、阿喜。欢迎贵队！我一听到要回来观战的时候，直接把所有行程都取消，就是要回来。今天是全明星辩论会第1季的最终总决赛，让我们热烈的欢迎现场80位观众朋友，他们也都将一起参与给分，见证精彩时刻。这个节目是我目前我觉得收获非常多的节目，因为可能在对于其他节目我都会很多的消耗，可是我一直在想说，我们台湾真的有办法做一个，就是我除了消耗之外，我还并且可以获得的节目吗？我觉得我可能很懂桃姐在讲什么，就是也许她入演艺圈，然后当主持人这么久的时间，就是很难得可以看到她自己也非常投入，然后也非常喜欢的节目。我觉得那是我心里面很深很深的感受，然后我也很珍惜。就是制作单位比如哥愿意开这样子的一个舞台，然后是很认真的告诉大家，其实说话是很有魅力的。目前的战绩是白队领先黑队1.565分，这是目前的一个最新情况。那白队今天因为队长 Kimberly 陈芳宇他确诊之后还没有复原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依然是由侯昌明来代理当我们的队长。接下来说明一下今天的赛事流程。今天赛事依然有2个阶段，第一阶段1对1 PK 辩论赛，第2阶段是3对3的辩论赛。积分方面，评审长还有评审团每位各占10分，现场观众给分平均占10分，每个阶段50分，2个阶段合计总共是100分。从第10集开始累积到今天，最后分数比较高的那一个队伍就会是第1届全明星辩论会的总冠军。今天第1阶段总共有7道题目，这7道题目有些是评审团所给出，有些是我们制作单位从题库里面找出来，有些是我本人出的题目。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欢迎黑队的第1棒以及白队的第1棒，就论述位置。你要说出你的对手喽，谁？对手是谁？杨森达。哇！发现自己爱上杀父仇人之子，哇，这题很难。仇人之子，这很赞哎！我讲话，这题很赞哎！子也可以是女啦，子不一定是。你要选持方，你要选持方，你要继续还是不继续？我选继续。继续。好，那我就后喽。各位观众，今天录到最后1集了哈。如果是第1集的话，我会来歌颂爱情，跟大家分享爱的重要性。但现在录到第12集了，我们的思路可以切得更深刻。我们今天来讲这个题目里面更重要的元素——仇恨。在以前，杀父仇人不共戴天，那不仅不应该跟他儿子交往，整个家族老死都不应该跟他相往来，才算是孝顺。但现代的观念不是这样，不管是刑法还是民法，爸爸的行为都是自己负责，个人造业个人当，小丁造业小丁当。那你跟你儿女谈恋爱，又不是跟他谈恋爱，不用考虑这么多。当然，我们都同意，杀父产生的伤口很严重，但复仇那是法律的工作。我们家属有一件只有自己才能做的事情，不是复仇，
也不是遗忘，而是修复。我们继续和杀父仇人之子走下去，这就是修复。从我们个人的角度和群体的角度来看一下。我们先从个人的角度，如果我们因为恨不和继续对方走下去，那就代表你后悔了，代表未来每一天你都知道未来自己会爱上杀父仇人之子，你会感觉矛盾，开始质疑自己，之后你每一段感情也都会感受到现在的痛苦。反过来，如果继续走下去，代表你能够区分他爸跟他的区别，那你就不会后悔。这不仅会让你自己好过许多，也会让对方好过许多。要知道，对方的家长是杀人凶手，他可能从小承受着巨大的歧视，甚至活在恐惧与不解当中。他其实也是他爸的受害者，我们也是他爸的受害者，所以两个人继续相爱，就可以疗愈上一代相杀所产生的伤口。那群体的角度就更简单了，我们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对方就是在劝分，我们就是在劝和。我们可以来参考一下全世界最有资格恨别人的人——马丁·路德·金恩。作为一个被欺压的黑人，他大可以说：“我有一个梦，希望奴隶站起来，把奴隶主杀光。我有一个梦，把黑人有一天可以挺身而出，反过来去欺负白人，奴役白人。”但他不是，他说：“我有一个梦，我在乔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我们劝和，不是说要让你为爱冲昏头，不是说要你懂得爱而忘记仇恨，而是下一代能够不被上一代的憎恨给绑架，我们能随着时代继续前进，重修旧好，一起看到修复的正义。谢谢。谢谢黑队的莫宰阳。今天看了他的表现，我真的很感动。就是他会把他所想的东西用很完整的方式叙述出来，然后在肢体上，我觉得他也进步很多，觉得这是很棒的地方。刚才宰阳已经说了，他们会继续走下去。如果今天的题目是发现自己爱上杀父仇人之子，我要不要继续走下去？我们白队也会选择要。为什么？这样黑白的持方不就一样了吗？两队都一样继续走下去。但是不是？我们白队的立场是，我们的心理评价是着重在该不该这3个字上面。比方说，同样一份宵夜，我如果是注重身材的人，我觉得吃完之后完蛋，明天一定水肿超肥，很有罪恶感。如果另外一个人不重视自己的身材，吃完就是觉得哇，吃完宵夜就是爽。所以今天我们都是选择要继续走下去，但是我为什么会选择在不该的立场上面大做文章？导演一定清楚，作家一定清楚，老师也清楚，精英剔透评审长也会清楚。因为所有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都是在男女主角明明知道他不该，却勇往直前的奋战下去的爱情，才值得一提。所以今天没有礁石是激不起美丽的浪花。你问我该不该在一起，绝对不该。可是他就是要继续在一起。我讲一些这些经典的爱情故事给各位听。灰姑娘听过吗？他们跨越了身份阶级，哇，堪称经典。罗密欧与朱丽叶跨越了世仇，哇，堪称经典。Beauty and the Beast， 他们甚至跨越了物种，成就了经典。最扯的是最近热映中小美人鱼，她甚至没有脚，她从海洋跨到陆地上来，成就了经典。是的，今天的门槛其实不高，你只要成功的跨越173.5公分的我，你敢说你们真心相爱，你敢跨过去，你就可以得到我真心的祝福。而且今天的题目细思极恐，爱上杀父仇人之子，制作单位用字这么用心的团队。之子不是之子女，不是之下一代，不是之后代，是只有之子，他是男的。我抽到的这一题，这显然是一段难上加难的习题。一样，经典的电影《断背山》，大家看过？爱的哇，相爱上一方不惜活活被打死，跨越了当时的时代价值观。最后，他们2个人虽然走了一个，但是他们的心紧紧相依在一起。所以今天不管人事时地物，只要你们有爱，你们愿意跨越，你们就勇敢的去追逐自己的爱情。这也是为什么每一段这个故事当中的男主角、女主角
是的，他们一个人勇敢的孤身对抗全世界，因为他知道他不是老鹰，他不是 eagle， 他是两国人紧紧相依在一起。是的，所以在爱情的航道上面，勇敢去爱。Finish。谢谢莫宰阳以及杨升达。没问题啊，马里奥。加油加油加油！好，第二道题目出题老师是我们评审团当中的叶天伦老师。社群媒体的言论审查是捍卫言论自由还是打击？哇，非常难，好硬。是的啊，从一开始我一直觉得天伦老师对我有浓浓的爱。我没有想到，我居然抽到你的签王。我说真的，我是一个3C 白痴，我是个脸书孤儿。那你说这些言论自由啊，或者是言论审查，对于我来讲，我真的没有受到太多的压迫，因为我从来不去犯这些界限上的问题。我现在所有能够知道、所了解的，我来做一个简单的论述。这12集以来，今天这一题是我看过、我搜寻过最多资料的。我觉得我今天我不要去讲论说。言论审查是好还是不好，必要还是不必要？我觉得不要，我们不要讲这个，好不好？哈，我们不要讲这个。我觉得我的立场，我是认为他是在打击言论自由。为什么呢？我找了资料，我觉得一个很重要、一个很大的事件，就是美国总统川普，2021年1月6号，他的支持者的民众。冲进了国会里面，哇，又打又闹，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事件。一个有8800万粉丝的美国总统，美国民选总统，他在4年任期内发布了36000则的 Twitter 的讯息，他居然 Twitter 把他给封杀掉了，不准你在我们 Twitter 里面发表任何的讯息。为什么？他的原因是说，我觉得川普你有可能在煽动民众造成更大一波的伤害，但实际上这只是猜测。后来别的媒体也跟进了 ，Facebook 也跟进了 ，YouTube 也跟进了，他们都通通的把川普封锁了。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对川普来讲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言论自由的侵害，一个侵略。他紧接着科技龙头公司 Google， 还有 Amazon， 还有 Apple， 他们也把所有川普支持者所喜欢运用的一个 APP 一个 Parler 这个程式也下架。禁止所有对于 Parler 的相关的网络资源，禁止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在现今社会，一个美国，一个世界第一强国，一个美国民选总统，而遭遇了在 Twitter 在很多的媒体平台上面被关了麦克风，这个就是一个很严重的言论打击，言论自由的打击。我是这么认为，这么解读。打击就字面意思就是所谓的防止事情扩大然后对于相关的设定法则来刑罚。但是说真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是把所有的声音全部都盖掉。例如像中国大陆，不能讲有关于国家的事情，习近平这不能，小熊维尼不能讲，法轮功不能讲，这些全部都是对于言论做个很严重的打压。我觉得我们要勇敢的去面对一些小的声音，甚至不好听的声音，不好听，在从破坏中可以学习成长，这才是一个民主国家迈向言论自由进步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自由言论，它不是无限上纲，它还是需要有规范的。谢谢。我们讨论一下好不好？讨论一下啊！你想要自由，我想要自由，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想要自由。哒哒哒哒哒哒！你看，不要了。我不能整首歌唱完，言论真的必须审查。我整个唱完，制作单位又要付钱给张震岳了，是不是？我现在跟大家讨论这件事情，社群的言论它就应该要被审查，因为自由它不可以是毫无章法的。我是一个 Y 世代成长上来的孩子，大家可能都没听过 Y 世代是什么呢？重点是什么呢？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随着时代轨迹的运作，我们了解到，不是你喜欢你就可以。就连这个歌词的原唱者李明一，他都非常的惊讶，这一句话竟然变成《法治与道德自由篇》的反面教材。代表说从教育的层面，自由它就必须被规范。
我们来讨论一下，如果你喜欢，你想干嘛就干嘛，你想犯罪你就去犯罪吗？当然不行嘛。那你想在网络上肆无忌惮的发言，假如你讲的内容有关于人身攻击，有关于诽谤，有关于散播数位性暴力，这些事情难道都不应该被审查吗？审查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审查言论自由，就是不要让弱势变得三缄其口。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所有的人民从巴黎攻到巴士底监狱，当时负责镇守监狱的侯爵答应2位人民代表的要求，说他绝对不会伤害人民。最后人民做了什么？把这个人活捉游街，要送到市政厅把他处决了。而这个路途上，所有的人民拿着随身的武器，路上就一直刺他一刀，刺他一刀，刺到后来呢，这个侯爵大喊了一声：“够了，让我死吧！”就在人民的鼓噪声中，这个人就当场被杀了，他甚至没到市政厅。这代表了什么？这个群体的专横会造成很多事情的无限上纲，甚至还会冲进国会。你刚刚也说了，所以咯，我觉得以前群众的力量专横可以用私刑杀人，那会不会现在的网络暴力也可以未审先判，直接用网暴杀人呢？所以大众心理学勒庞他说了，什么样的方法可以约束这些人？就是出现一位英雄，或者是一个更高的权力来约束他们。所以我觉得言论自由的确需要被审查、被规范。如果说前面的你都不同意，那我们聊聊假消息。假消息也不审查吗？不审查就是打击言论自由吗？不是。难道你想要放任说谎的人继续说谎吗？回想起我们的疫情期间有多少的假消息造成人民的恐慌？有人说消毒水，有人说吃牛粪可以治 COVID-19， 那会制造出多少可怕的事情？现在言论自由审查必要的条件就是假消息，如果已经危害到演艺圈，害得很多人要跳出来澄清。哈林一澄清要说，是的，我是哈林一澄清，我没死。萧煌奇要说，脱下眼镜说我真瞎。还有最主要的，连萧敬腾都被说他染毒了，他还得跳出来说我没吸。大家听完以为他要去踢足球。是的，我想要告诉大家，虚假的言论必须被审查，不要让我们得来不易的言论自由瞬间崩塌。谢谢大家。接下来第3道题目，白队侯昌明，黑队关韶文，请上台。第3道题目，你这个奸笑啊！题目是我出的。哎呦，这还好啦，综艺节目刚刚用收视率来论审判，这个好。这个题目听起来好像只是来聊聊该不该用观众朋友的喜好来评论综艺节目的成败，但是其实没有这么肤浅。收视率其实也不只是这样。我先简单来说明一下收视率。如果依照狭义的来说，电视主要就是 AC Nielsen， 广义的来说，媒体这个新媒体网络的部分，那就是点阅率，我当然就统称为收视率了。那么经由调查分析之后，我们可以知道了收视人口它的年龄层、教育程度、工作性质、性别等等的资料。那么我就有几个面向来告诉大家，这些收视率的数据有多重要。第一个，收视率其实是会说话的。当你的收视率不好的时候，就是观众在告诉你，哎，你这节目真难看，你赶快修正吧。如果收视率好，就是在告诉你，你的节目做得真好看，我很喜欢，继续加油。第二个角度，节目制作的角度，节目制作单位它会针对收视率的数据去针对内容做调整。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型男大主厨已经做了16年了，但是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也面临了收视率不好的窘境啊。但是他们参考了收视率的数据，去做了节目内容的调整。现在各位看过的人有多少？婆婆妈妈的最爱。第三，广告的角度，一份广告预算，它不可能乱枪打鸟、乱撒钱，烧完了，厂商 GG 了。他们会认真的去研究收视率的数据，针对自己的需要去投放广告，来达到销售产品的效益。我们也来举个例子，就像是凯莉的百灵果，好，刚开始它的点阅率不好，但是他们很认真的去研究了，在 YouTube 后台点阅率什么时候飙高，什么时候拉低，然后呢去修正他们的节目内容。现在点阅率非常好，广告厂商大排长龙，赚翻了，准备要退休了。所以收视率呢，之于综艺节目，就好像身体检查之于健康，你没有数据，你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没有数据，你怎么知道哪里可以改进？没有数据，你也不晓得观众朋友要的需求。那么
综艺节目的本质其实就是娱乐，我们要走入人群，寻求观众的共鸣。这就好像在民主社会里面，政府的成败就是以民意的标准是一样的。所以呢，如果今天你已经忘了这一些，一直用自认为的好去忽略了否定这个观众的需求的时候，那你就是忘了综艺节目的本质了，是服务大众。其实这个收视率呢，它就扮演什么？什么叫做综艺节目的成败？就是收视率好，收看的人多，然后厂商最爱哦，节目做的长长久久，制作单位有成就感，收视率在里面就扮演了综艺节目、观众以及厂商的桥梁。因此，综艺节目的成败，收视率具有关键的角色。谢谢大家。什么年代了还要看收视率啊？他们一定会说啊，那不然网络点击也算他们的。我跟你讲，今天是开播12集以来我最大方的一集，网络点击也送给你们，我们都不要了。收视率的成败看谁？看主持人啊！如果这个收视率没起来，怪视网膜啊！你出这什么题目啊？好，我们回到2008年，三立电视命中注定我爱你破20才庆功哎，我们这个节目破1要讨论穿比基尼好不好笑啊？破1而已，有什么要讨论的啊？我要说的是，这些事情都不重要啦，我们不要看数字了。这个节目感不感动人，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不讨论收视率，我讨论成败。什么样是成败呢？好的节目呢，可能会有文化部的补助；好的收视率可能会有好的影响力，可能会有一句话感动人。甚至评审很常告诉我们说，好的辩论说服人，更好的辩论感动人，最好的辩论会改变人。我相信做一个电视节目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可以感动人，这比什么样的数字都很重要。像是上一集的结束之后，我们看到豪平跟陶吉姐可能会为了某一个争论吵架，可是我看到的是什么？昌明哥居然出来缓颊搬了一个台阶，让大家都有台阶下，我觉得很感动哎。学到这一刻，如果那一集没收视率，我也觉得不重要，因为我看到昌明哥私底下到底有多会做人，让我非常非常感动。接下来，昌明哥他要把他的小孩送到美国，其实我也很担心，因为华人的家长，美国小孩都回来，你会问他，考得怎么样？考得几分吗？其实我觉得数字根本没有这么重要哎，重要是他在美国学到的价值观、斗争过的事情，甚至是他进步了多少，这才是比数字更重要的事情。我想要讨论的事情是，比起结果，我们更在乎的是过程。今天是全明星辩论会的最后一集，我们不确定今天过后我们会在哪里，包含我们曾经讨论过的题目、斗争过的价值观，甚至是流过的眼泪，这些都没有比收视率来的重要吗？不可能吧。最后，我想要感谢一些人，谢谢白队一直都是我们非常非常可敬的对手，也谢谢黑队，我们人这么少，居然可以努力的比到最后。那当然很谢谢评审，永远都要被我们骂，被我们挑战。那也要谢谢德哥，每次讲那么长，剪出来只有30秒。还有谢谢观众来到现场跟收看我们节目，大家给自己一个很大的掌声好吗？我觉得这些都比收视率来的重要太多了。我想要讲一个不在我稿子上面的话。其实贺龙在10年前是我的学生，我在大学打工的时候，他是我补习班那个学生。我听到他来录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最期待的就是跟他同一队。可是我不晓得经过这么多集，他变得这么争议，让我觉得不想靠近他，很怕会骂到我。可是有一集在节目结束后，我问贺龙说：“你被骂成这样，你会改吗？”贺龙说：“如果是我不会改。”我就说好。可是浩龙又拉住我，他跟我说，如果我不改会害你们一个人被淘汰的话，我愿意改。那次我真的很感动。原来其实每一个人因为这个节目学到的东西真的太多太多了，所以最后我想要说的是，其实成功啊并不需要被定义，不管是你的表现好还是不好，甚至真实人生里面你们根本也不需要评审的讲评，也不需要看收视率，最重要的是做一个节目，做一个人，我们只求问心无愧，做好你自己的事情，你就是最成功的。谢谢。接下来第4组神仙打架组，白队的凯莉跟黑队的贺龙，请上。幸好有因虚假指控被哇，这里好适合你们打哦！他们两个居然在最后一集可以对决的时候，我觉得哇，真是综艺之神啊！第4道题目是张伟轩老师出题。学小石头布，该你学该对，好，我们请白队凯莉先来进行论述。好，
一开始要先跟大家说，我们完全没有作弊。这个题目听起来就像是我跟贺龙为我们量身打造，因为我们都非常常被延上，这也是我们实际上会面临的很多抉择哦。所以知心好友因为虚假指控被全民延上，当然要为他公开护航。就算不是朋友，你知道他被误会了，而且是被虚假指控，以最基本的做人道理，我们也应该要替他发声，给他公道吧。何况这个人还是你的知心好友，拜托，知心好友，人的一生可以交到几个知心好友，应该好好珍惜嘛。自己的好朋友蒙受这种不平之冤，不应该置身事外哦。就算他被延上的时候呢，你现在出来发声，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扭转风向，但你的发声其实可以做到一点点平衡的报道。我们应该要推广这样的原则，正确的事情就应该要去做。如果你的好朋友被误会了，你还不出来支持他，万一他想不开怎么办？万一他想不开就算了，万一他开始拖所有人下水，说你偷吃又嗑药，爆料出来，然后这些听起来又很真实，这样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好朋友要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要支持他，而且护航其实要尽早哦，因为时间点过了，伤害已经造成，大家已经有既定印象，就来不及了。或者你的好朋友已经忍不住跑去别人的记者会鞠躬道歉，你护航也没用了。尤其是像我自己，我在网络上有一点小小的声量啊，如果我的好朋友他没有这个声量，然后他被全民攻击，他被误会了，我更应该觉得我要发挥我的影响力啊，让大众可以了解真相哦。像桃子姐，我相信她也是这样的人啊，她的好朋友有任何争议或被误会，她都很愿意出来发声帮忙，只要是真实的陈述，所以她才可以这么的如此得人缘哦。像贺龙，我猜他等一下一定会说我好像我形象非常的黑，我不是说肤色，我说形象，出来护航只会帮倒忙哈，让朋友被越烧越惨，所以啦。你也应该要进来做啊，对不对？要一起进来为好友发声，然后就有机会可以帮他洗刷冤屈，不应该为了怕被拖下水就躲起来。好，最后我来举个例哈，当初龙 K 事件，你的好朋友老 K 被延上，你知道他被泼屎了，你还从来不帮他讲话，连你的队长黄浩平都出来帮他讲话，我也有帮他讲话，整个喜剧圈只有你不帮，只有你没有讲话。为什么呢？因为你心虚，其实就是你亏待人家，让人家性格歪掉，才会引发这么多争端，就是你害的，你还不帮他讲话。如果老 K 因为这件事情一辈子翻不了身，你不就后悔一辈子了吗？这样怎么可以称他为可以自称为他的知心好友呢？谢谢。知心好友因为虚假指控被全民延上，绝对不应该为他护航。为什么呢？这一题的文眼就是虚假指控，我们已经知道那是个虚假的指控了。有没有想过，你的知心好友自己知道是虚假指控，为什么不出来帮自己护航呢？虚假指控护航超简单的，不就把赖记录贴出来，把证据贴出来，风向就变了嘛。就跟其他的指控完全不一样，马上就一翻两瞪眼解决了嘛。他为什么不及时出来帮自己护航呢？一定是他有自己的打算。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流量变现，像是强尼戴普，就是因为虚假指控被延上，一开始延上的越凄惨，之后绝地大翻盘，收获更多的支持者。这是一个超级励志的角色曲线跟迪士尼的动画一模一样，从王八蛋变成全民英雄他都想好自己在这波演上的角色曲线了，你这时候还硬挑出来帮他公开护航，不就直接打坏他的好事吗？你这样还敢自称是知心好友吗？举个我身边的例子，我的知心好友非常非常少，旁边有一个就是凯莉。这5年来，凯莉常常因为虚假指控被延上，因为她太喜欢在时机敏感的时候讲笑话了。她明明没有，你们都是错的，他没有任何冒犯人的意思，但是他写笑话的技巧太烂了，所以就会被延上，被人笑什么精英女权自助餐这时候，身为一个知心好友的贺龙，我哪一次帮过他？没有。我怎么做？我选择沉默以对，跟他假装不认识。不是我不爱凯莉，我很爱凯莉。可是，亲爱的，你都翻船了，就不要再想护航了。身为知心好友的我直接为你开拓另一片蓝海。你被全民延上，就直接来台湾冒犯喜剧的殿堂，延上 burn。网友想要骂你，没关系，我会骂得比网友更凶，因为我除了是喜剧小卷毛之外，站上北流，我就是延上大将军贺龙。你站稳给我打，
你就再也不用再怕酸民打了。当时老 K 就是这样子，我跟他讲说，你先承袭一回合，来吧，演上徐乃麟，我把你骂得狗血淋头，让你绝地大翻身。你看他现在是多红的喜剧演员。不信的话，不要问老 K， 大家可能不认识，问问我其他5位知心好友：徐乃麟、艾丽莎莎、彭佳佳、王世坚、谢和弦。你看看这些岩上更生人，虽然每个人都社会死亡，被大众舆论判了死刑，但是还有岩上笨的这个舞台，就是你们的外衣间，你知道吗？你们让你们变成起死回生的小天地。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要特别利用这个节目呼吁一下下一场岩上我的知心好友优质偶像王力宏，请你赶快打给我，我已经劝1年了，拜托来岩上笨，拜托，不然下一场岩上我又要再请艾丽莎莎了。谢谢大家。好，请制作单位马上寄发票到萨泰尔娱乐公司。接下来，白队萝莉塔，黑队吴一佩。我最不想遇到就是萝莉塔，我从这个节目开播到现在，我最不想遇到的辩手就是她，是地狱来的孕妇。第5道题目是我们的评审长陶晶莹所出的题目。Oh my god！ 监视器是不是防止儿虐的好手段？哎，这题目真的是为了来找你的。我认为幼儿园全面安装监视器是一个防止儿虐的好方法，尤其看到这阵子有这么多有关幼儿园的风风雨雨后，更加深了我这样的想法。而且不是只有我这样子想，早在2022年的12月，就有人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上面发起了立法幼儿园全面安装监视器的提案。此提案在短短的3天内获得超过5000人的附议。那么提案人呢，在内容里面就写到了，其实幼儿园装设监视器不只是为了保护孩子，也是为了保护园方及老师。保护孩子方面，幼儿园的孩子通常还没有完整表达的能力，遇到事情的时候会不知道怎么说。假设他们真的遭受到不当的对待，但是园方跟老师又不承认的时候，监视器画面就能派上用场。保护园方及老师的方面，有幼儿园长就分享说，曾经有一个孩子在教室玩玩具的时候突然间倒地了，但当时老师正在照顾别的孩子，他没有目击到这个小孩是怎么倒地的。但发现的第一当下，他当然立刻联络了救护车以及家长。可是家长的反应就是，你为什么没有照顾好我的小孩？你是不是虐待他？幸好他的幼儿园有安装监视器，所以他立刻请行政人员调阅监视器的画面，除了让救护人员看到说，哦，这个孩子倒地是什么状况，有没有撞到头，也让家长知道说，他们老师不是故意忽视小孩，也没有虐待的行为，因此免除了一场纷争。所以其实幼儿园装设监视器，就像我们开车会装设行车记录器是一样的意思，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那有人说，你加装监视器会让老师没有隐私啊？这里我们就可以学新加坡的做法。曾经在新加坡幼儿园工作过的老师就分享说，在新加坡家长是不能够直接观看监视器的，他只能要求校方调阅。这个样子不但给老师尊重，也让监视器发挥了厘清事实的功效。而且重点是，其实我们现在每天生活的地方到处都有监视器，你去银行，你去百货公司，你去便利商店都有监视器。有的时候隐私权在更大的公共利益面前是应该适度被牺牲的。有人说，真正该做的应该是改善台湾幼教环境跟体制吧？是的，环境必须要改善，但防止儿虐的方法不是只有一种，装设监视器也是一个好方法啊。就像社区治安问题，警察加强巡逻是一个方法，但在各个路口安装监视器也是一个方法。只要对于防止儿虐有帮助的事，我们都应该做，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完全杜绝，只有多管齐下，才能够将风险降到最低。监视器或许无法100%还原真相，但没有监视器，我们有可能连1%的真相都得不到。在最后，我再强调一次，我们安装监视器不只是为了保护孩子，也是为了保护老师。谢谢大家。好的，其实这题我要讲的时候，我是非常的战战兢兢，因为就像刚刚丽塔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证据，在社会上绝大多数的声音是认为应该要安装监视器，因为装监视器可以增加安全感。但是我今天想要请所有的评审还有所有的观众试着去想一件事情就好，装了监视器到底是增加了谁的安全感？
是家长的安全感吗？是幼儿园的安全感吗？但我敢说，绝对不会是小朋友的安全感。我们来听几个残忍的例子。2015年发生在彰化鹿港幼儿园，教保员打3岁儿童。另外呢，台北南港幼儿园老师抓着小朋友的脚倒栽葱，甚至呼巴掌等等。我必须说，很遗憾的，以上这些案例全部都是发生在监视器前面大喇喇的施暴。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算我们布下了天罗地网，还是会有遗漏的地方。那些没有办法装监视器的地方呢？譬如说厕所，譬如说更衣室呢？如果这个老师他真的有心要下毒、要施暴、要虐儿的话，其实是抓不胜抓，防不胜防，其实是治标不治本。再来，抓监视器根本不会增加小朋友的安全，但是会增加。我觉得丽塔说了一个点非常好，但我觉得隐私权绝对不会是这件事要讨论的重点，而是装了监视器之后会增加幼教老师非常非常大的压力。我们试着去想，如果你今天上班的地方到处都是监视器，你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你会不会开始上班的时候战战兢兢，然后动辄得咎？今天老师明明就只是想要拍拍小孩的头，说你表现得很好，或是拍拍他的脸说你好棒，但各位不要忘了，监视器没有声音，老师这个时候就会想说，这个角度会不会很像是在打小孩？会不会是很像在呼小孩巴掌？所以增加监视器只会加速摧毁家长跟老师之间很难得再培养出来的信任。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曾经就有家长透过了监视器看到幼教老师在休息的时候吃了垃圾食物，然后就去投诉他。所以现在幼教老师是不能吃炸鸡薯条，是应该要点增肌减脂健康餐吗？我觉得并不是吧，其实大家都搞错了。现在教保环境最严重的问题，其实不是什么监不监视器的问题，而是超收学生的问题。因为呢，最新上路了法规，现在师生的比例应该是1:12，但是林口这间虐儿的师生比例却高达1:30。大家去想，如果你搭飞机的时候有1个小孩在吵闹，你是什么感觉？12个小孩在吵闹是什么感觉？30个小孩呢？所以装监视器不能够解决最基本的问题。如果说我们真的台湾要拿出这么多的经费，要求全面加装监视器，我觉得大家换个想法，我们不如把这些庞大的经费拿来改善我们的教育问题，拿来提升我们的教育质量。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最美的风景是信任。我希望未来的世界不是看到人与人互相猜忌的世界。谢谢。那今天因为黑队有人数劣势的关系，所以有一位辩手必须要重复上场。我们只剩他了吧？不要！陈大天打2题。简单的啦，在无经济问题的前提下，为了孩子的前途，应该穷养还是富养？黑队的陈大天是先攻，白队的朱启玉后攻。打2题是开心的，因为来这里就是想要被看见，多打1题就是多一次被看见的机会。网络上有一句话说，这个穷养儿，富养女啊，男生嘛，生下来我们就穷养。啊，给他一点责任感，给他一点困境挑战，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错！为什么穷养儿也要穷养女啊？男女要平等啊！凭什么只把这些训练的好处都留给男生？所以我认为一以贯之，穷养儿也穷养女。姐姐妹妹要站起来，站起来的方法就是穷养。而且穷养之后，10个男人不会7个傻，8个呆，9个坏，每一个都人见人爱。我主张无经济问题的前提下，就是要穷养，要多苦有多苦，要艰难有多艰难，要多困境有多困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现在好，不代表我以后会好嘛。这题连自己都没有自信，还特别要强调无经济问题的前提下，代表有一天我没钱了，那我孩子怎么办？俗话说得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嘛。我们要训练良好的价值观念，我孩子穷养，我爸爸我也穷活，好不好？这样子的环境之下呢，会造成什么？我们一起建立良好的金钱观念。赚钱本来就不容易嘛，我们应该对钱的观念是取之不易，而不是取之不尽。
我之前讨论在这个长生不老的话题，有特别强调过，在有限的环境以内，才可以创造出无限的创造力。如果你让你的孩子习惯了富裕的生活，他会产生了一种无限的错觉。最后呢，孩子对于任何事情他都不懂得珍惜了，看得非常的淡，因为钱对他来说一点都不重要，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会造成什么观念？他就会不断的挥霍，最后霍到最后什么都不属于我，是不是？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代宗师霍元甲，他只会变成一介烂人霍元甲。三丫 skirt。好，再来我想要强调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以前常常在说，不要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点上。我认为现在不然，我们就应该让孩子在起跑点上先输一下。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先学会怎么输。在困境一次一次的学习当中，我们才会知道怎么赢。就拿今天这个比赛来说，白队一开始一直输，最后怎么样？他们一直赢到后来我必须打2题。但是后来我得到什么？我在困境之中得到第2次上台表现自己的机会。这是一场龟兔赛跑，今年是兔年。看完整个辩论会之后，没有人想当兔子，每个人都想当乌龟。因为只有天生的赢家才可以笑到最后，但是我认为没有所谓的天生赢家。将来我会把这一段直接告诉我的儿子跟我的女儿，我们不要做天生赢家，因为每一位赢家都必须要靠后天的努力。我穷养你，我们一起开创你自己的天空。谢谢。接下来上场的是白队的朱启玉。感谢小沈这个我们大天带来这么样棒的故事，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人哦。但是呢，我想说，他说了穷养会带出很多优点的特质，然后富养会造成什么不珍惜呀？我觉得这样对富养的孩子来说有点不公平。像我本身呢，就是从小大家资源很好，然后心目中这种富养的孩子，可是我爸妈呢，他会给我所需要的，而适度给我想要的。例如说，他们会带我去做很多的公益活动，让我更懂得珍惜，还有付出，还有我从小爸妈都告诉我说，自己的选择要自己负责了。所以从小在比如说要吃什么、要穿什么，到长大出国留学，我18岁就出来自己住了。所以其实这个学会珍惜、学会独立等等哦，学会挫折这么多的这一些优点，跟穷养富养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重点是教养哦，而富养跟教养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刚才说穷养啊会有很多的挫折感，的确是这样，但是有些孩子不一定是越挫越有。在父母穷养的状况之下，很可能什么都不给，很可能呢他一直否定孩子的决定，会造成他心里没有自信心。什么是富养？富养呢就是要让孩子有满足生活所需良好的环境，鼓励他多接触哦。例如说呢，看他是不是喜欢画画呀、音乐啊、艺术等等，看他喜欢而所需的，去培养他的气质，培养他的视野。为了孩子的前途，我们提供的是给孩子更多的选择，而这样的选择让他能够探索自我。很多人毕业之后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就是因为父母告诉他们只要读书，其他兴趣、其他培养都不重要，所以长大之后他觉得谋生只是一份工作，就这么样的枯燥乏味。但是呢，富养懂得自我探索的孩子，他更能够品味在成就之后的那种成就感跟生命的意义。很多名人是富养的孩子，像是比尔盖茨，以前他那个年代买电脑多难，他被送进私立学校，有电脑还懂得写程式，这就是造就现在的比尔盖茨。孟母有3000。就即使是家庭多贫困，他都懂得要给孩子最好的。为什么经济无虞的我们要穷养孩子，让孩子缺少很多机会跟视野呢？心理学家说，穷养的孩子有切可尼的效应，就说如果爱和物质一直缺失的话，很容易一直寻求未来物质上的弥补，难得获得心灵上真正的快乐。所以富养养的其实是什么？是心灵的满足感跟安全感，懂得自己的价值，懂得相信自己的选择。很多人都说，朱轩你37岁了，干嘛还不结婚生小孩？因为我就不想屈就，因为我就不会为了一个男人多有钱，然后为了一个男人多会讲甜言蜜语，然后我就这个托付终身嘛。我知道灰姑娘拎着玻璃鞋在等她的王子来救她，我在家里一个人穿着拖鞋，凭着自己也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这就是富养造成的心灵的满足感跟安全感。富养在物质上可以让孩子赢在起跑点，更能让他们懂得心灵的意义以及成就感。而富养就是给孩子在信心上面种下的种子，让他知道不论环境多大的改变，他都不会失去自己的价值。富养就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好，3分13秒超过了扣分的标准。第一阶段最后一道题目又是一个不好打的政策辩题。我最想打人。赌是会让人成瘾的。今天呢，都到了最后一集，我决定来一点不一样的表演。现在呢，有没有看到我穿的这身荷官的装扮？就是要来考验一下各位人性的部分。待会呢，我请大家帮我闭上眼睛，3秒钟时间就好，不管我做什么都不要偷看我。好哦，开始喽，闭上眼睛喽。1、2、3，没有人都没有，刚刚大家都在偷看甚至有人根本没有闭上眼睛哦，这代表什么？短短的3秒钟，你们的目光离不开我，代表你们经不起人性的考验呐。那请问，你们确定自己经得起赌的诱惑吗？好，其实赌场呢，它就是针对人性的弱点来设计的，比如说，它会提供一些低价甚至免费的吃喝服务，来让你不用出去消费。甚至呢，有没有发现赌场里面是看不到时钟、看不到窗户？它这种迷宫式的设计，就是要让你走得进来出不去，这就是一种人性的圈套。我们套一句大天在第7集的时候说的。毒瘾和毒瘾都是一样的，那既然都一样，我们2个瘾都不该要啊。待会呢，木星一定会跟我们讲非常多关于赌场应该要合法化的论述。那你更应该要告诉我们，究竟赌场到底要开在哪里？因为呢，像金门、澎湖以及连江已经做了4次的公投都没有过，更何况是本岛。好，就算今天公投过了，我们这个博弈专法呢进了立院，没有通过也是等于0。在这之前呢，还有2个问题要解决。第一个，治安问题。博弈的产业就是会带来非常庞大的利益以及金流，这个会引来什么？黑道、色情或是洗钱等等的问题。我们就以指标性的美国和澳门来看好了。带动这个观光的赌场发展，就是带来更多的治安，甚至是吸毒啊、犯罪这些造成社会治安上的问题。再来第2个，它会造成的是为当地的产业带来吞噬以及排挤效应。什么意思？来的人通通都进了赌场了，我要怎么促进观光呢？我们就以美国大西洋城这个例子来看好了，它开放赌场15年内呢，有1半以上的餐饮业以及零售业直接倒闭，失业率呢是州平均的2倍。所以这代表什么？虽然说也许开放赌场可以带来经济效益，但它引来的是更多的问题。好，我希望待会木星可以为我们以上这些延伸出来的问题做一个完整的配套措施，否则我依然坚持赌场就是不应该合法化。最后呢，来自兔女郎的贴心提醒，在你经不起诱惑的时候，记得三思而后行，毒瘾和毒瘾我们都不要哦。谢谢大家。哇哦，倪轩你真的很漂亮，很适合来我这边当荷官。那你刚刚提到赌博会败坏社会风气 and 诱惑人性的一些弱点。那么我想问一下，请问你有买过彩券吗？全民封事主的时候不都人人来几张彩券吗？台湾政府有开卖彩票，是政府允许我们做这件事情，难道你觉得是政府在带头败坏社会风气吗？ Of course， 当然不是，我当然是赞成要开放合法合规的赌场。我们来看看新加坡这个成功的案例哦，在2005年，因为他们经济的考量，宣布要开放博弈，而且引进全球最知名的2家博弈企业。短短的几年呢，他们就超越了美国拉斯维加斯，成为全国第2大的赌国，全球第2大的赌国。光是这2个赌场呢，就创造了3万个以上的就业机会，而且呢，每年国家税收有300亿到400亿，同时也吸引很多的观光客，没有错。但是它有带动其他周遭旁边服务业的发展。台湾赌博合法合规会带来许多的好处，包含了什么呢？饭店业、
旅游业、餐饮业、科技业、百货业以及运动休闲等等。台湾的赌场合法化可以带来许多工作的机会，并且呢，可以让我们台湾的人民福利更加的往上提升啊。当然，如果如倪轩说的，你说赌博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那其实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我们才更应该要合法化、合规化，不管政府有没有给予我们合法或是不合法，因为赌博这件事情它本来就是存在的。合法合规这个管理制度呢，才有机会管理你担心的那些事情啊。若是不合法的地下化赌博市场，则会让这些社会问题更加的严重，而且难以去管理。请让我们用更成熟的角度来看待博弈市场，创造对社会问题、观光经济两个双赢的局面。OK， 所以我支持赌场合法又合规，经济心情都起飞。接下来，我们请现场的观众朋友记得把你们心中的分数打进我们线上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顾问贾培德哥。第一场呢，莫宰阳对杨生达，我自始至终无法对于杨生达的论点我理解不能。简单讲就是我已经决定要继续了，但是我回头想到，如果我觉得我不应该继续的话，我会变成经典，那我就觉得我不应该继续好了。可是，那我还是继续啦。那对我理解不能。然后莫宰阳的就蛮完整的啦，哈，讲很多仇恨的内涵已经改变了，他很多面向，最后有一个马丁路德金的例子回应自己的论点，我觉得是非常完整的一个申论。大天跟马哥的部分确实是比较单薄一点，就是主要讲 Twitter、讲这个 Google、Amazon、Apple 一些社会单点的社会事件。不过相比起来，大天的论点就完整很多啦，我会觉得对大天这边的评价会比较高一些。这是我这一季下来最差的一场，但是我也必须承认，这一题是我最不擅长讲的东西。再来是综艺节目该不该以收视率论成败，这个真的是在我的评价里面是非常奇葩的一段，就是大部分的状态底下，我会比较欣赏昌明哥的论点阐述方式，因为他是很有结构的。那关韶文基本上没有在管什么论点结构这件事的，他就是用一个极度庞大，不管你要不要接受，强暴你的感官的渲染。一般来说，我会比较不喜欢这样的做法，但是我觉得那个强度实在是太夸张了，就是我个人是有被关韶文说服，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度强大的情感说服技巧的结果哦，并不是论点有特别优秀这样子。刚好最后一集能够把想要讲的话讲完这件事情，我是自己觉得蛮满意的。再来是凯莉跟贺龙的那个知心好友虚假的那一题，两边因为大量的搞笑，导致两边的论点都相对单薄的一场，但是真的很好笑，我好开心哦。论点上来说，凯莉的比较有底气啦，就很简单嘛，啊，朋友就现在我要挺啊，朋友当然要帮忙啊，很简单，他只是用850种方式去讲同一句话而已。贺龙的那个论点的底气就比较弱一点，反正你后场都开始在业配言上。其实我觉得论点本身也没有太重要啊，这一场就是大家都很开心这样。再往下是强制幼儿园装监视器这一题，这一场其实我个人觉得两边非常非常接近，就是那个论述的密度，然后强度都蛮高的。一配有一部分是有压在罗伊塔所讲的上面打，因为你毕竟是后宫的，但其实双方真的是没有太多差别。再来无经济困难下，孩子应该穷养富养，这一题我讲好久，我其实没有办法分出他们谁在我这里打得比较好，因为他们的论点都是对拆的论点。那对拆对撞的状态底下，我个人其实很难在论点上面分出高下，但是都不错，都是算是蛮好的申论。那最后是赌场这一题哦，是否该开放赌场？我觉得特别可以提一下是，倪轩讲了一个，就尤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不是很讨喜，就是选址的问题。究竟赌场到底要开在哪里？赌场它是一个灵璧设施，然后它的选址会非常非常困难。其实就好像我们之前讨论的那个色情特区，就是性交易专区，或者是以前我们在打核电的时候，选址这件事情，这个论点是极度重要，但是 down to earth， 然后细节极多，很难以清楚讨论的。那么
在这么短的申论当中，有尝试把这件事情纳进来，我觉得是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目前为止比较少见到的一种打法，予以鼓励。好，谢谢各位。It's last time， 不用再迎合谁，我们迎合我们自己。我们请评审长陶晶莹帮我们公布。在这一战之前呢，白队是赢1.565分，这一战的差距，两队的差距是4.581分。要恭喜黑队又反超了3.016分，真的是一场拉锯战。3分真的就不是赢，所以等一下最后一场绝对会是最大的关键。接下来公布第2阶段即时辩题的题目，会说话是不是待人处事的关键？请胜利的黑队来选择你们的持方。我想要打不是这一方，白队要先攻还是后攻？你们觉得呢？先攻。先攻吗？要先攻。好，先攻。好，白队先攻，黑队后攻，两队各自带回战情室讨论1小时之后，继续回到残酷舞台。对不起，哎，不要这么说，我自己知道啊。沮丧不绝望。接下来这个是说话的题目嘛，对不对？对，说话。我们还是要提起士气吧。为什么会选择说好好说话？会说话这件事情不是待人处事的关键，是如果我们赢了，我们靠说话赢了前面几分，然后我们还在坚持这个立场，就显得我们好像沉溺在目前这个状态当中。我想要让大家有一个再提升一个境界的感觉。说话的部分。有谁比较有想法？我超没想法，但是我可以打。如果大家更没想法的话，可以哈，说话可以。打2次人绝对不会打。那剩下的人当中，我选了关关、贺龙跟宜佩来打最终总冠军战。我就先讲，我觉得贺龙对这个议题应该会相当有感触。就刚刚下来结束，你就已经开始在正比级数。好，那还有2个呢？没人想打，我也可以打。你可以试一下。再加一小段给培德老师 special。我自始至终无法对于杨生达的论点理解不能。你讲真的假的？我讲真的。认真的吗？有2句话给他的。那要证明他自己的幽默实力，对他来讲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就完全支持他。被延上，我会帮你出来讲话。大家展现出更不同格局的黑队，我觉得就会为这个节目画下完美的句点。白队，加！黑队加油！1加1大于2。欢迎继续回到全明星辩论会的现场。待会在第2阶段即时辩题赛结束之后，我们就会选出第1届全明星辩论会当中的总冠军。你会获得我们的匾额以及电视台所提供的12万元总冠军的奖金。题目是会说话是不是待人处事的关键？白队持方是，黑队持方不是。我们请黑白两队一辩就论述为止。法官判案的时候，他说有请1号关键证人、2号关键证人、3号关键证人。你们听到了什么？关键它不是唯一的，组成生命的关键3要素：阳光、空气、水。我们听到什么？关键它不是唯一的，关键它是事物或者是机具的重要部位，关键的大脑，关键的心脏。所以我再次重申，关键它不是唯一的。所以我们白队要证明的就是，今天会说话，它是不是待人处事的关键？什么是待人处事？待人处事就是对待人、接待来处理事物。各位啊，你接触到人的时候，会说话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像我已经把对不起、请、谢谢完全融入了我的生命当中。像刚才我听到我们幽默上面有分歧，我直接压起来呛瞎培德老师。培德老师，请原谅我，对不起，谢谢。是，就是这样子使用，我们就是一个会说话的人。那会说话呢，还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在对的场合、对的时机、适当的对象，讲出适当的内容。
如果这样子讲话落等，还可以再带上3分幽默，是更好。裴德老师，是，所以这样才可以称作是会说话。那一个人讲话之前呢，如果他都没有考虑这些重要元素，那抱歉，我用不会说话的方式来形容这一类的人，那你就是一个不断会发出杂音，而且每天不停要吃饭而且大便的垃圾。这是我的不会说话的这个诠释方式。好，我在这边再形容一下，就是我之前在3年前在节目上开了一个不适当的玩笑，导致我在演艺生涯停摆了3年的时间。是的，你们大概要传出唏嘘的声音，是。啊，怎么会这样？好惨哦！没有错，太短了吧？怎么才3年？但是这件事情是谁的错呢？我也终于看开，因为真的是我的错，因为话是我说出来的。各位，开玩笑的时候，你一旦超过了分寸，开玩笑它就不好笑。会说话的时候，你超过了它的分寸跟尺度，那你就是不会说话。分寸跟尺度在哪里？不是说话的当事人这里，而是现在正在收听的观众朋友，还正在电视机前面守候这个节目的你。分寸在你们的心里，你们说了才算。那有些人会说，那这样下了节目，那不就没关系吗？节目上都只是做效果。抱歉。节目下了之后呢，你人生的剧本还在继续，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这场戏的男主角、女主角。我们讲的一字一句都是我们生命中唯一不会 NG 也不能彩排的重要台词。所以我们讲话之前，麻烦三思而后行。做事之前先做人。如何好好做人？我们不妨从好好说话开始。我也在这边特别谢谢全明星辩论会，我在这边不拿任何道具，谢谢你让我学会好好说话。终于来到最后一场，不管结局是怎么样，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宝贵的一刻。好饿哦！每次比赛真的都太紧张，一焦虑我就超想吃东西。但是每次大吃前，我一定会来杯实时硕，让我轻松吃没负担。任何泡冰冰喝都十分简单，实时代硕，实时硕。刚刚他提到关键，之所以不是我在搞这个，我在搞建明。好，都最后一集了，队长对不起。辩论教练，我感到很抱歉，我被交代要讲关键的定义，刚好可以回答杨森达的论点，但我是觉得都最后一场了，就是比起这个，我想说一些别的。说，丢稿，加油，快劳够，做你自己。全明星辩论会，它是一个实境节目，但对我来讲，我觉得它更像一个戏剧节目，因为我每次站上这个舞台，我都是在代表黑队，我都要演一个辩手，帮队伍说话。但最后一场了，我想说一些我临时写出来的东西。就会说话到底是不是待人处事的关键？在这个标榜好好说话的节目里面，我录到现在12集了，我还是搞不懂标准到底是什么。就会说话到底是真诚的说话，还是要说别人想听的唯心之论？到底是要虚假的阿谀奉承，还是要让第三者的观众们拍案叫绝？像刚刚第一场我跟凯莉单挑的时候，我获得了全场的肯定，可是我心里其实很难过，因为我只是拿出一个我平常在喜剧舞台上面做出的表现而已。我发现我没有努力去进步自己，反而获得了全场的肯定，我很难过。这个节目一路走来，从第1集到第11集上一集，我一直在试图用一个实境对抗节目观众会喜欢的方式来表演。虽然我一针见血，我挑战尺度，我针锋相对，可能会被贴上反派选手的标签，可是我很清楚，这绝对是节目有看点，我真的为这个节目的制作人，我为这个节目的观众负责的表演。毕竟在这个节目阵容里面一字排开，我就是一个资历最菜，我粉丝流量最低的素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可是就因为如此，各位观众，我常在节目录完之后，在镜头后面受到很多的关心。我觉得我可能错了，我一度很沮丧。可是直到上周节目第1集播出的时候，我发现粉丝有一面倒的支持我，我非常惊喜，我也很困惑，为什么在电视圈中眼中不会说话的贺龙，竟然会获得大家的青睐？我非常讨厌话语权这3个字，话语权就是既得利益者巩固利益的工具。小时候课本教我们要诚实，教我们讲话要 real，
但长大出了社会却完全相反。贺龙，你不要提到别人的缺点，跟别人相处要会说话，不要碰触敏感话题，赚钱做生意要会说话，不要提到现在的热潮 Me Too 运动，在演艺圈你要会说话。如果这个社会定义的会说话就是 fake， 很抱歉，我是喜剧演员，我的 punchline 都是讲真实的东西，我很难妥协。待人处事是什么？待人要真实，处事要诚信。我宁愿当一个会揭穿国王心意的小男孩，我也不想成为那个会说假话、恶心的大人。谢谢。好，谢谢贺龙一辩的论述。接下来是质询答辩阶段，我们请白队的2辩萝莉塔来发动质询。我想要先跟贺龙说，在我的心目中，你就跟火箭队一样，是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我非常的喜欢你，然后我也觉得你在节目上表现非常的好。就是即使有时候评审会觉得说，你这样讲话不太对，会冒犯，可是我觉得你很勇敢，你非常的棒。那我还是必须要做到执行的部分。刚刚你卡在的地方就是，我先问你一个问题，请问你觉得你们整个黑队哪一个人是最关键的成员？队长。你觉得队长最关键，可是难道你的队长他就可以撑起整个黑队所有的事情吗？并不是，所以在这边你刚刚卡住的就是我们想要强调的，关键不是只有一个，会说话是一个关键，但他绝对不是唯一。再来，我问你，你觉得一个好的辩手，一个会说话的人，他是只会反驳别人，还是他同时要学着如何聆听别人？我觉得在这个节目上，辩手应该是要去攻击对方论点，捍卫自己的价值。你是这样子觉得，但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个会说话的人，不只是要会说话，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说话，这也是一个会说话的表现。再来，我想问你，你知道蔡康永出了一本书，叫做《蔡康永的说话之道》。这一本书光是第一册就热卖超过500万册。如果会说话是不重要的话，请问这本书为什么卖得这么好？可能是他的个人魅力。个人魅力吗？好，那接下来我再继续问你，如果会说话不是关键，但是本节目从第1集到第12集一直在强调大家要好好说话，那请问为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为什么你会在这边？为了收视率。为了收视率，你这个人真的是人才。再来，我讲一个数据好了。美国人际关系大师卡内基曾经说过，一个人的事业成功取决于他的智力跟沟通能力。那你知道智力跟沟通能力的比重各是多少吗？不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智力占15%，沟通能力占了85%。那我现在我提了一个有公信力的专家的告诉你的数据，证明说话很重要。但其实最重要的，我是想说，我不是要证明会说话是唯一的关键，我是要告诉你，它非常的重要。但是待人处事有很多重要的事情，但会说话绝对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个，然后最后我想要再跟你说一次，我觉得你非常的棒，请你不要觉得沮丧，你就是火箭队，超棒的，你很棒，以后你表演我会去看的。好的，质询答辩的阶段结束，非常的温馨可爱又迷人。我爱大爆发了耶！我觉得。接下来请黑队2辩的关韶文上台，请关韶文发动质询。刚刚白队一直在说关键不是唯一，你承认这件事情吗？是。那所以如果关键不是唯一，关键到底有几个？关键有非常多个，很多东西都是有很多的不同的面向组成的，所以你不能用唯一一件事情然后来说它不关键，好像就是它不重要。所以其实关键虽然不是唯一，可你们认为其实是有程度之分，对不对？有一些是最重要的，有一些是次重要，再来是不太重要的。可以，是不是？可以。所以如果一个人他会说话又心地善良，哪一个比较重要？我觉得心地善良很重要，你们的论点是这样。可是如果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表达出来，他就没有办法被理解，所以说话还是很重要。所以会说话比心地善良重要。那会说话跟诚实哪个比较重要？都很重要，但我知道你想认为诚实很重要，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不学会好好说话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辨别那个人到底是真心还是虚情假意。所以会说话这个技能还是很重要。所以如果这些东西都重要的情况之下，那完全没有关键，所以会说话也根本就不是关键，对不对？没有啊，关键的意思就是心地善良重要，人诚实重要，会说话也重要，那全部加起来都重要，那到底哪个是关键？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们认为会说话是关键嘞？好了，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
先回答我，先不要举例。你先回答我，为什么会说话、心地善良、能诚实都重要？为什么会说话却是关键？我们在咨询。哦，对，没错，因为对我们来说，所谓的关键就是重要的事情，不管它是很关键、第二关键、第三关键，它都是关键。难道你们认为说话不重要吗？所以对方来说，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关键，所以对我们来说，所有东西都没有关键。再来，我想问一个事情哦，如果一个人很不会说话，可是他做事情超级认真，他待人处事超级好，那他到底是会不会待人处事？会不会说话就不会待人处事吗？没有，他待人处事很好，没有错。但是他如果没有办法好好表达出来，刚刚贺龙讲了那么多东西，他如果没有刚刚用这么完美论述表达出来的话，没有办法被人理解，我们就无法知道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可是世界上有那么多善良的人，他可能有自闭症，可能有亚斯伯格症，可是他会扶老太太过马路，就因为他不会说话。你认为他不会待人处事吗？我没有这样说，我的意思其实是这些比较不会表达的人，其实他们在待人处事上会比较吃亏，因为他们比较难被理解。但我并不是在说他们就不会待人处事，但他们比较难被理解。好，最后一题，如果一个人很会说话，可是他是个双面人，私底下会踢老奶奶，他还是一个很会待人处事的人吗？那就是他完全没有分错，会踢老奶奶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好评论的，所以他就不是一个会待人处事的人。时间到，质询答辩结束，2辩时间2分钟。我先回答一下是关哦，刚刚你说踢老奶奶跟会说话，我跟你讲这是2件事，一个人心术不正跟他会不会说话不该混为一谈。好，接下来我要讲我的事情了。会说话当然是待人处事的关键，否则市面上不会有这么多教人说话的书。刚刚我就提到了康永哥的书，他光是第1册说话之道就卖了超过500万本，非常的厉害。那我来讲一下我被不会说话的人困扰的事情好了，因为我孩子的爸就是非常的不会说话。我问你们，今天你们的另一半、女朋友、男朋友生日，你要怎么说？你一般就是说 ，baby， 我要帮你庆生。可是他却会问我说，请问我有需要帮你庆生吗？这2句话都有庆生，但是你听起来就是不舒服。第1句就是他很想帮你庆生，第2句的意思是你被我逼着帮我庆生，那这个听了就很不开心啊。所以你说说话怎么会不是待人处事的关键？有些人认为说话会做事比说话重要，但你很会做事，但你面试的时候支支吾吾，你拿不到这个工作机会，请问你要怎么证明你很会做事？身为主管，你能力超强，但是你沟通能力非常的烂，属下都不听你的，你这主管要当的有多累啊？你是一个满腔热血的政治人物，你想要帮为民众做很多的事情，可是你在政见发表的时候讲的2266，大家都不知道你的政策是什么，请问谁会把票投给你？我想要上全明星辩论会，但我平常在节目上的形象就是不会说话，这没效果，请问节目会发我吗？并不会哦。那大家都说有一句话说，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但我跟你们讲，运气差的人根本笑不出来。因此我认为这句话应该是会说话的人运气不会太差，因为就像康永哥说的，你越会说话，别人越快乐，别人越快乐就越喜欢你，别人越喜欢你，你得到的帮助就会越多。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会好好说话。谢谢大家。我觉得洛丽塔真的蛮辛苦的，她一直花很多时间证明会说话的人运气到底好不好。可是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啊，我们不在乎那个人运气好不好啊，我们在乎的是那个人会说话，为什么你们就认为他就是待人处事的关键？你说康永哥第1本书是说话之道，可是他第2本书是情商课，卖的比第1本还好，那情商为什么不是比说话之道重要嘞？我就问。对，他有2本书，所以情商课卖的比说话之道还好吗？所以说话不是唯一的重点，重点是每一个事情都是关键。再来，我想要谈一下古人告诉我们很多成语，包含口蜜腹剑、笑里藏刀。再来，我讲一个你们一定全部都知道的，大家一起回答我。最高品质是什么？静悄悄。最高品质是静悄悄嘛？怎么可能是会说话？而且大白鲨要怎么样？闭嘴巴！最高品质是静悄悄，要讲几次？古人说什么？他说说话是银，沉默是金。说话只是银我们沉默是金拜托。这些事情搞清楚了没？这个节目非常非常邪恶，过去淘汰了很多人，像是新阳、阿喜还有董仔，他们都因为不会说话而离开这个节目。可是我们会因为他们不够会说话，就觉得他是个待人处事的烂人吗？不会吧？阿喜刚刚上场前他还跟我说，希望我可以好好讲这一题，因为如果我没讲好，就代表他是一个不会待人处事的烂人。我在这边告诉阿喜，你很棒，你不是个不会待人处事的烂人。当然，东仔也是一个很棒的人，你是很会待人处事的。就算豪平这么会说话，他把 Kimberly 弄哭了，他会待人处事吗？我就问。好，不要浪费我时间，不要拍手。这个
节目花了12集告诉我们什么？会说话只是证明你是一个不会被淘汰的人，它并不能够证明你是一个很会待人处事的人。最后我要说的一件事情啊，我们题目是打给那些还不够会说话的人看的。你如果看了这个节目，觉得自己还不够好，不要因为白队说什么你就觉得你是一个不会待人处事的烂人。那我说你已经是个很会说话的人了，你也不要因为看了这个辩题觉得很自满，就我真的很厉害。你一定知道你自己还有很多更厉害、更好的地方。所以今天会不会说话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真心相待，拿出你的真心跟别人相处，他就会发现，即使你可能真的没有那么会说话，但是你可能也还是一个不错的人。希望你们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谢谢。好，2分09秒。不好意思，我想要先回一下关关。你刚刚说康永哥的书，我跟你讲，他的说话之道总共出了2本，第3本才是情商的书，所以他前面2本光是第一册就卖了500万册，所以你不要搞错了。再来，你刚刚说最高品质静悄悄，那请你等一下全部都闭嘴，谢谢。我没有想要当最高品质的人，因为我品质普普通通，所以呢，我认为待人处事的重点不是会说话，重点是我在该安静的时候安静，我该讲话的时候讲话，而且不要再拿康永哥的书出来讲了，他没有付钱。为什么他第1本书、第2本书是说话之道？那为什么第3本不继续出说话之道？因为说话不是唯一关键，请搞清楚这个重点。好，说话不是唯一关键。我们刚刚这一队已经讲了非常多次了，那关关好像搞错，我们没有说说话是唯一关键，我们只是说说话它很重要，它是其中一个关键。好了，那我讲一下好了，这个陶子姐她最近一直在说，她很在意我们这个播出后发现我们都在私底下一直在骂评审。如果说话不是关键的话，她为什么会这么在意呢？因为他被骂啊。好了，我相信他在意的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认真面对这个节目。今天如果我们认真面对这个节目，就算他被骂，他也甘之如饴。我想问的是，既然你们说今天说话不是唯一关键，我想问一下罗丽塔，你到底为什么嫁给你的老公？因为我怀孕了，怎么样？怀孕了，你想怎么样嘛？奇怪耶。好，所以这件事情证明，这件待人处事跟说话一样，不是只有一个关键，不是只有一个面向。今天他可以不用因为他会说话不会说话，选择要不要嫁给他。我们也可以选择，不一定是要说话的好坏来决定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待人处事好的人。最后，罗丽塔还是嫁给他，所以你还是欣赏你老公的部分嘛。再来讲到是说啊，杨森达前面刚刚讲说，哇塞，这个你说这个其实说话这件事情不是关键，因为每一个都是关键。但你在心里中，你讲了一句话说会说话太重要，表示你心中还是有关键的程度之分。你为什么会去做出这样的一个差别？因为每一个关键对我来说都太重要。我想请教黑队，1号证人、2号证人、3号关键证人，哪一位重要？讲出关键证词可以扭转那些才是关键。每一位都是可以讲出关键证词，所以每一位都重要。再请教黑队，阳光、空气、水组成生命的3个重要元素，哪个关键？如果有东西吃，我就觉得很关键。而且如果1号证人、2号证人讲的全部都有道理，就不会需要3号证人了。所以3号证人可能才是关键哦。再来，我想问你题，你有考过全民检跟多益吗？全民检跟多益，他们前面只考口说，没有人要考哎。他们全民检跟多益考的是写作跟阅读，为什么第2阶段才考口说？因为口说没有那么重要啊。好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刚刚他们一直讲说这个华人文化啊、沉默是金啊什么的，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我们缺少沟通跟表达训练。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孩子，他们在面临国际竞争的时候，都非常的吃亏。所以你们一直告诉他们说，不用这么会说话，是你们想要带给我们下一代的价值吗？所以你们很倡导沟通和表达。那我想请问你们对于会说话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会说话的定义就在适当的场合对适当的对象讲出适当的内容，让大家觉得哇如沐春风，这就是会说话的定义。我请教你啊，如果你碰到桃子姐评审长，你会叫她阿德还是叫她桃子姐？我听不懂第一个，所以会叫桃子姐。阿德就是台语的阿桃的意思，你会叫她桃子姐的。那如果我跟她有台语的沟通的话，我就会叫她阿德。你会叫她阿德？你说的。我想要说一下哦，就是呢，我们大家都在讲说关键的重要定义。那么呢，我查了国语字典，关键的重要定义就是事物的重要部分嘛。所以说它不是唯一的重要部分，是它是说某个重要部分。我想要说的是，好好说话、会说话是很重要的。那你如何证明好好说话不重要？我觉得奇遇还有你们白队在讲出一个观点，其实你们说每一个都是关键，可是，在你们话语当中，其实可以秀出你们的关键点还是有先后之分。好好说话绝对会是被你们摆在第一个最重要的关键。但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们在社会上，或是我们在工作场合上，我们会遇到有一种人，他非常会说话，
但是他非常会在背后捅你一刀。所以这件事情，就你们白队而言，如果他是一个辩才无碍的人，但是很容易在后面捅你一刀，你也会觉得这是待人处事的关键吗？你会觉得他是好人吗？我先回一下待人处事，那个会不会说话跟他心术正不正，我刚刚说的这是两码子事。他可以很会说话，但他心术正的。那你刚刚讲的是很会说话，但心术不正。那你这个问题就让我想到之前我们曾经讨论过，到底年轻人该不该在社群媒体上抱怨工作？也记起来吧，有这个事情吧？难道那时候我们讨论的结论，难道不是说好好的和上司和同事沟通才是最重要的吗？你们忘记这一题了吗？你们记得吧？我忘记了，我觉得记忆力才是关键。谢谢。那我再稍微回一下，刚刚豪平说我嫁给我老公跟说话能力没有关系。我跟你讲，怀孕这件事情哦，我在这边警醒大家，请你们全程戴套，谢谢。白队剩30秒。刚罗丽塔举的例子，还有森达都讲说话是因为不同场合和时空所建构的。那所以你们也觉得待人处事它是一个浮动的标准，没有一定，对不对？黑队剩29秒。是的，每一个部件都是非常关键。像刚才我也替黑队叫屈，因为他说你们队上哪个成员重要，你毫不犹豫讲了队长，其他人每个人心在滴血，说在他们身上，痛在我的心上。我在请教各位，就是如果明明第一集每个人16个选手有14个人表现都烂透了，但是为什么评审他们要说你们的进步空间还很大呢？白队剩8秒。我们认为黑队最重要的是队长，是我们一致通过的决定，所以呢不可否认这件事情。那再来，我想问的是，白队讲了这么久，没有人要替董仔说话，他因为不会说话而离开，他就是个待人处事的烂人吗？请你回答我，董仔到底是不是烂人？待人处事很多，董仔不是不会说话，他只是那一天讲的话刚好评审不喜欢，但是他私底下是很会讲话的，你们不要误解他。谢谢，时间交给黑队。所以你们也同意评审喜不喜欢是会不会说话的准则，对不对？来，我要讲一下，既然这些会说话是一个浮动的标准，你们不觉得把关键压在一个会浮动的标准上面是一个很不踏实的选择吗？谢谢大家。好，自由辩论结束，请双方的辩士互相握手，谢谢。今天已经到了12集，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个观念，就是能力再好，你总是会有无能为力的时候；你待人再好，总是会有莫名其妙不喜欢你的人。其实我觉得人生在世最难的4个字，就是我们今天在讨论的待人处事，也就是我们人终其一生在学习的事情。刚刚其实白队讲了很多关键，但是其实听得出来，他们的关键之一还是要会说话。如果说会说话就可以让你的人生变得很高枕无忧，我觉得这个想法实在是有点天真。既然要讲到会说话，我们就来讲政治人物好了。政治人物非常会说话，他们个个是辩才无碍，讲的是头头是道。可是各位有没有发现，尤其是在要选举快到的时候，每个人每一句话讲的是信誓旦旦，但是大家有仔细去检视吗？在选举过后，我们再重新检视他曾经说过的话，很多事情都变成信口雌黄。会讲话这件事情，只能让你在别人的第一印象会帮你加分。但是各位别忘了，待人处事是一条非常长久的马拉松，我们必须要慢慢的跑，路遥知马力。套一句最近很红的话，叫做水退了就会知道谁没穿裤子。真的要说什么才是待人处事的关键，我觉得与其要说是好好说话，倒不如说是好好倾听。所以我其实刚刚很想跟董仔击掌。刚刚张伟轩老师也到我们的休息室告诉大家说，你们一定要仔细听对手在说什么。其实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自媒体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透过 FB、IG、透过 Podcast、透过 YouTube， 我们一直不断的在行销跟推销自己，我们都很希望别人听我们说话。可是我们忘了一件事，我们真的有打开耳朵好好听别人说话吗？我们的嘴巴进步了，但是我们的耳朵却退步了。我们现在甚至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好好听一个人说话。就算你听了，你有认真听吗？你有听懂吗？就拿全明星辩论会这个赛场来说，我本来以为我来到这个战场，我觉得制作单位是要我学习好好说话。后来今天录到了第12集，我发现我大错特错。我觉得好好倾听才是我们人生的关键。就如果我们真的没有把耳朵打开来好好倾听，就会发现之前大天跟倪轩2个人一直在平行时空，不知道在干嘛。也会发生我们平常想要回击对手，然后就一直挥空拍，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打开耳朵听别人说话。也会发生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根本没听懂我们在说什么，就说我们是强词夺理。所以经过了12集的洗礼，我觉得我们每一个辩手大家都变得很会说话，但是我们的听的能力有待商榷。所以我大
大力的推荐 B2 哥，如果要开第2季的节目，千万不要叫全明星辩论会，我们就来开一个叫全明星倾听会吧。我保证让大家耳目一新。最后，我想要讲。辩论圈其实有一个金句叫做“没有无敌的论点，只有无敌的辩士”。我觉得待人处事也是一样，没有无敌的技能，只有无敌的心态。什么是无敌的心态？我们不应该把每一件事情，譬如说会说话的能力，当的是一个无敌的心态。我们应该好好学习每个能力。谢谢。好，谢谢。好，这个一佩刚刚讲到政治人物，我觉得很棒。政治人物会说话非常关键，因为他们如果不会说话，他根本拿不到选票。那我们要怎么样才确保我们不会被他们巧言令色的言论给骗呢？就是选民也要学会说话，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判断政治人物他到底是话术还是他真诚的心。好，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刚刚的一佩有说这个聆听啊，我们也要学会聆听。当然，我们完全认同，因为聆听也是会说话的一种表现。因为你聆听完了之后呢，你还要再一步去表达你的同理、你的关心，才有办法做到真正的双向沟通。所以我们认为，我们认同你的话，只是我们想要更进一步的去表达。其实我们不断强调，这个关键真的是不止一个啦。这个谁说关键只能有一个？比如说打个比方好，因为是最后一集，我一定要讲有始有终。一个好的性爱呢，有很多的关键，有大小、有形状、有技巧、有爱，每一个都缺一不可啊。所以说，说话在待人处事上很关键、很重要。难道黑队认为说话完全不重要吗？再来。如果说话不是待人处事的关键，我们这个节目录了12集是在录屁。那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学会好好说话呢？因为好好说话，大家就会觉得你很会待人处事。那谁最会好好说话呢？我要举这个例子，你们知道我要讲谁？好，就是黄子佼，他非常会说话，待人很有分寸，他主持接不完，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很会待人处事的前辈。可是最近呢，他突然开始不会说话了，乱爆黑料，就是因为他面对问题的时候没有好好说话，得罪了整个圈子，那待人处事的能力都不见了。之后他要怎么回来呢？你能想象，如果一个喜剧演员，他因为不会说话惹了整个喜剧圈的人，那你觉得他心里就算有亏欠，但他没有办法好好表达，没有办法跟大家和解，他要怎么回来哈？那这个待人处事有很多面向啦，尊重他人啊，关心对方啊，其实你们刚刚讲的那些我们都认同哦。但你要怎么样让大家知道你有这个特质？你要能够表达出来，好好说话，才是最后能让理解的窗口啊。那我举一个政治人物的例子好了，侯友宜他就是不会讲话，他去台大演讲的时候，还要需要有人帮他把他讲的中文翻译成听得懂的中文，他不会讲话到没有人相信他可以呵呵做代级啊，民调超低啊，选民都不支持。不管他到底会不会待人处事，他无法表达出来，就无法获得认同。在这个世界上，谁最不会待人处事？就是婴儿啊！要哭就闹，不然还会乱拉屎啊！完全不会说话。你会说婴儿很会待人处事吗？完全不会。就算婴儿很善良，你也不会知道。那录到现在，我们每一集都在讲那边什么婚姻啊、家庭钱啊。我个人认为这些题目都超级无聊，但我们有因此就摆烂不录吗？没有，我们还是很努力的用好好说话来化解这些无聊的题目，让节目可以顺利进行。如果制作单位觉得我讲话太酸的话，想必是因为我不会说话，因为我不会待人处事。我当初应该要去录全明星运动会。谢谢。我们请教桃子姐。我一直觉得这个节目好好说话。如果我们想要改变，我们除了要去感动、去说服，最后是改变。那我们能不能先定义什么叫好好说话？刚刚有听到有人说请听，我们能不能听到一个叫同理心？什么叫会说话？我觉得有同理心叫会说话，不是浮夸的吹捧。你好棒棒，怎么哎呦聪明哦？这种人你听多了，你也觉得他很无聊吧？但是真正会说话是说到人的心坎里面去。你了解我的辛苦，你了解我曾经遭遇的事，不用多，切中要害。你让人觉得你知道我的感受，所以倾听也是一部分。比如说凯莉去举了一些例子，我觉得是符合时事的。她切中了一个要害，就是如果你不会表达，你怎么吸引观众？如果我不会表达，我在这里说废话，你们根本不会听。现在多晚了，我要回家。陶晶莹在说什么？要按头，对不对？就是当然那一段我觉得很有效果，所以可是我也有点崩溃。我想说，我们节目当然有时候会有一些综艺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但是综艺之外，那个原来的肉在哪里？还是要把时间交给专业的德哥。好，
接下来就请我们的辩论顾问贾培德老师帮我们讲讲这一场最后一场比赛。香达不错，不错，谢谢，我的道歉是真心的，加油了，加油了！12集了，真的是进步非常非常的多。从第1集的时候，坦白讲我坐在这里相当瞧不起台上的辩士，对辩论圈外人嘛，这些人。但是其实很快，大概第3集、第4集的时候，我就已经有惊觉果然大家也都是在表演领域有很多经验的人，他们非常快速的都掌握了我们在辩论上面许多不管是观念也好，或者是技术。我觉得这个节目我最感动的地方就是辩士们对于这个辩论的投入。讲起来，我过去看过太多其他的辩论节目的辩士都是来拿通告费的，你们用了不成比例的努力跟热情投注在这个节目上。身为辩论圈的一员，我非常的感谢各位。那在公布总冠军是哪一个队伍之前呢，我们先来表扬一下评审团们，有3位各自的 MVP 想要表扬。这些 MVP 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一路看着他们的成长茁壮进步，甚至是团队当中他们合作协力无间的表现。我们先请张伟轩老师来颁发你的个人 MVP。我参与了这过去12集的录制，然后看着大家的成长，其实每个人在我心中都是 MVP， 都很棒。但是因为今天一定要选出一个 MVP， 所以我只能在所有我都非常喜欢的状态里面选出一个真的是让我觉得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就是我们亲爱的陈大天同学。恭喜陈大天！获得奖状还有5000元的奖金。然后我想要说，为什么？我认为你确实在这12集里面不断的有在挑战自我，把这个节目作为一个让你变得更好的一个机会点，也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见证一个非常棒的人的成长，真的是非常荣幸可以跟你一起录这个节目，谢谢。大天应该有感言想要分享吧？陈大天。一直以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表演这件事情，是我唯一会做的事情。我从小就很爱表演。我看到有一个说话的节目要开始了，来邀约我，非常非常的开心。在过去的投资有让制作单位看到我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来辩论之后，我也有深刻的学习到每一个道辩题，在我们写下去的每一个字，它到底对我们的人生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我谢谢全明星辩论会的幕前幕后每一位工作人员，听我们吐苦水，然后看着我们进步，也谢谢我们可敬的对手白队，也谢谢我的队长黄豪平，还有我的所有队员，谢谢你们，谢谢评审老师，谢谢。第2位评审老师叶天伦老师，请公布你要颁发的 MVP。我大概真的只有跟宜佩有小短暂的合作，其他真的都是第一次在这个舞台上，在这个节目里认识各位，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刚开始都是一片白纸，都是从零开始。但是我要颁给了这位 MVP 呢，他让我看到说，哇，原来我以前在荧光幕上看到他的样子，跟他展现出来的，不管是节目上的样子，完全我认识一个新的这位 MVP， 就是昌明哥。恭喜侯昌明！你的表情也太惊恐了吧！昌明哥可以说可以说是我想现场的，我觉得也算是前辈嘛。那老实说，我真的来这个之前，我真的觉得说，昌明哥，我有看到节目啊、主持啊，或者上通告，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然后，但是好像仅止于此。但是我来到这里看到，尤其是最后2集，带着这个 Kimberly 的这个队长的位置，也统合了整个白队，然后带着大家。而且其实我还看到的不止在论点上的进步，在说话上的进步，我觉得那种照顾整个白队的那个，好像都把你们当成他太太雅兰了，当成是真正的家人了，在照顾。我觉得这一点是我这次之所以要颁 MVP 给昌明哥的原因。恭喜昌明哥！真的太谢谢老师了，
因为我出乎意料，因为我没有料到我可以拿这一个东西。因为从第一集开始，我们的4平8稳到最后一集，我始终如一。我一直在跟我们所有的白队，我一直在分享很多自己打从心里面了。我说，就算我们最后没有得到总冠军，但大家你们表现的都很棒。我们没有赢得了一时，但是你们赢了一世。因为接下来我们在全明星辩论会所学到的东西，在你们未来的演艺生命当中，绝对可以用得上，而且你们绝对会更发光发亮。我觉得这才是这个节目带给我们最重要的意义。好，所以我把他们都并没有当成亚兰，但我把他们当成我的弟弟跟妹妹们。我希望他们真的未来可以超越自己，可以做得更好，让演艺圈看到他们是最棒的。就是哥，好谦虚啊，谦虚的昌平哥。接下来第3位评审，请许荣哲老师公布你心目中最佳的 MVP。全明星辩论会更像是一个纪录片，它记录了一个辩士从一个门外汉，然后慢慢走向好好说话的一个旅程。所以，怎样才能够证明这件事成功了？那么就是从一个最不会说话的人变成一个最会说话的人，那不就是一个最好的旅程吗？但要怎么证明他从最不会说话要变成最会说话了？他如果能够说服一个最难说服的人，那不就是最好的结局吗？所以谁是最不会说话的？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以潇洒波著称的洛丽塔，一开始有一个最难说服的人叫贺龙，哎呦，所以到最后就是一开始就是一个以坏小子著称，一个以坏女孩著称。可是我们到最后的结局却是看到坏女孩对那个坏男孩说：“你好棒。”请你不要觉得沮丧，你就是火箭队，超棒的，我们懂你很棒，以后你表演我会去看的。所以我们恭喜洛丽塔。稳稳的，不拿了，高兴到临盆啊，帮他拿到临盆啊。如果现在生出来，就2个都很好，太完美了。再加一份，不要太激动，双喜临门。好惊讶，因为我觉得现场所有的人真的都进步的很多。然后每一次从一开始录访前、赛前的时候说，你最怕谁？然后我到后面我就开始每一个都好害怕，我不知道讲谁，因为每个人都进步太多了。然后我很感谢节目给我这个机会，然后我真的很开心看到陶子姐，因为我是从陶姐的节目出来的。就是我在看到她的时候，我就想说希望陶姐在看到我的时候，觉得说不是跟以前一样这么白目，虽然还是很白目，但是应该有进步一些。然后当然非常感谢评审，就是给我这好奇怪的感觉，好奇怪的感觉。我在演艺圈也没有得过奖，谢谢大家。好，恭喜洛丽塔。接下来，在我们评审长陶子姐要公布第1届全明星辩论会的最佳辩士之前，我们的顾问贾培德老师也有奖想要来颁发，对不对？是这样，这个奖本来没有在计划里面，但是呢，就是评审们讨论啊，就会发现说，好像有一个人没有拿到奖呢，那怎么办呢？因为他真的不到资格啦，可是我们又觉得好像他应该要给他一个奖所以最后就生了一个特别的奖项，这个奖项是评审团特别奖给这个人。虽然他不够资格，但是呢，他对这个节目的重要性我们不能说他是唯一的关键，但是很明显的，他是缺他不可。那我们要把评审团特别奖颁给黄豪平，恭喜豪平。也有钱哦，也有钱，真的是临时弄的，因为没有框啊。对啊，怎么会这样子啊？嘉义有点差别。这代表我们不要被任何的框架给局限住。很好。Think out of the box。我很谢谢大家看见我，谢谢大家让我担任队长。如果还有什么其他奖励，就是记得明年报金钟的时候不要忘记队长。这样子。恭喜豪平！接下来我们要请陶子姐评审长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帮我们颁发第1季全明星辩论会的最佳辩士。
届全明星辩论会的最佳辩士，大家一致通过是他，因为我觉得他写稿非常的认真，而且可能我想象得到他是如何的跟自己辩论，删掉一些内容，再补足一些，而且在每次的内容上，我们看得到他的准备充足，还有在临场应变，也有非常处变不惊，或者是能够俯拾皆是的梗，但是还是四平八稳的把他该讲的话传达出去。我们心中第一届全明星辩论会的最佳辩士，恭喜吴怡佩。恭喜吴怡佩获得65寸声宝 4K QLED 量子点旗舰轰天雷。这台 QLED 电视发型细致，拥有剧院级音效，还有专属游戏模式，提供消费者全方位娱乐体验。今年声宝电视荣获信誉品牌金奖，深获消费者认同指名。今天也把智慧电视分享给第一届全明星辩论会的最佳辩士，恭喜吴怡佩，恭喜怡佩。最佳辩士，现在是你的得奖感言。我真的，我没有想过最佳辩士是我，然后我真的非常谢谢评审，因为其实我自从大学毕业之后，我在做的事情一直都是讲话的工作，可是事实上，我私底下是一个很不爱讲话的人，就是我觉得来参加这个节目。我刚刚讲的最后一题的最后一个论点，其实是我内心最想讲的话，也是我觉得这个节目我学到最多，因为我发现每一个人的说话能力都好厉害，然后都是我很羡慕的技能。可是我每次都在旁边的听别人说话，我觉得，也许这个社会我们要少一点纷争，也许真的是要把耳朵打开，然后。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好像表达能力好像很不错，可是我觉得这都是可能在一路上别人赋予我的想法，会觉得我应该要扮演这样的技能。可是我真的觉得在这个节目里面，就是一路走来，桃姐其实是我们每次都是擦身而过，然后她都会在默默的，就是很用关爱的眼神跟我说：“你很好，你要加油。”我觉得她是我人生的目标之一。因为我每次听他讲这个金句的时候，我就心想说，吴怡佩为什么要花5句才能讲陶晶莹的1句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更学会好好的诠释语言，让语言变得更漂亮。然后我们要把耳朵打开，听别人说话。谢谢。哇。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请评审长陶子姐帮我们来公布一下2队的成绩，还有获胜的队伍。我直接公布哦，这个差距呢，其实不只是我们评审团打出来的，还包括80位观众。最后累积下来的这个积分赛，2队只差0.049分。如果你真的在四舍五入的话，其实是根本是0分。第一届全明星辩论会的总冠军，恭喜！这个节目带给我的情绪跟感情是很强烈的。好漫长哦，蛮紧张的，希望是可以赢啊。白队，恭喜白队获得第一届全明星辩论会的总冠军。Yes！ 你们最棒，马哥！哇！麻烦博哥来颁奖，匾额，来匾额。没有人要拿了，来，匾额，我们要捧一下，来。这是我算是第一次参加比较大型的电视节目，然后我一开始应该有讲，我适应蛮不良的，蛮感受到那个文化冲击的，扭转了我其实对很多电视艺人的刻板印象。第一届 No.1 白队总冠军，谢谢大家。在我背后，我已经感受到一股怨气。有一个最重视辩论艺术的人，刚刚我先问了豪平说，如果输了，你会不会很不甘心？我绝对不会是乐意的去接受输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大家要记得，黑队所有要记得，你们不是 loser， 你们是亚军，而且你们的差距0.049，我觉得你们虽败犹荣，你们做的已经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我们打了很棒的一仗，我乐在其中。那如果还有下一季，我们会卷土重来，我们会变得更强。
我很感谢豪平队长的好，每一位队友给我的安全感还有信任感。我们在这边邀请我们所有参与的这个评审老师也到台上来，还有我们的德哥也到台上来，好吗？首先，我们向常常来到现场，不管外面是下暴雨，或者是叫不到计程车的多么深的夜里，你们陪着我们的现场观众一鞠躬。谢谢。在我们录最后总冠军的这一集，事实上我们节目才播出2集。而我们非常焦灼的一直看着收视率，一直看着我们的 YT 的订阅，一直看有多少则留言。黄浩平呢，更是为其中的留言非常的走心，然后非常的认真。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调整。我们不知道在这一集的时候，台湾社会是怎么看待我们这个节目，但是我只能说，走入演艺圈33年了，谢谢你们重新唤起我对节目的热情，谢谢你们，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谢谢陶子姐，谢谢制作单位，谢谢全台湾。如果说现在这个节目走到总冠军，是在这个社会非常受到重视，并且大家热烈期待的时候，希望你们可以到他们的社群网站，给他们更多的鼓励。走路碰到他们的时候，也给他们一个拥抱。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谢谢。全明星辩论会第1季已经全部播送完毕，但愿在这12集节目当中，你曾经因为某一位辩手的观点，或是某一句话，解开了你人生当中的课题，或是得到一些新观点。我们有缘再会，再见。本节目由One Boy Home 冰封杯冠名赞助播出。